咦，这小猫下边有个红色的管儿，它是在干啥呢？输血的吗？还是干嘛呢？看着它非常不开心，是不是？那您猜它怎么了呀？它呢叫做 Kindle， 家长带它来的时候呢，说他自己在网上已经查了，他们家猫得了传染性腹膜炎。那我说它有什么症状呀？他说 Kindle 站不起来，3天没有食欲，还吐，自己在家里喂了一些治疗胃肠炎的药，没有好转。小猫咪进来之后摸了一下它，您猜怎么着？它的膀胱又大又硬，巨硬无比。又问了一下它主人，家长说它已经有2天没排过尿了，都是频繁去猫砂盆，但是尿不出来。那超过2天没排尿的话，状况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赶紧给他先采血，看了一下血的指标，同时帮助他进行了膀胱穿刺，把尿液放出来，给他的膀胱减压。他的尿液放出来全是血色的，就是看着就是鲜血一样的尿，这就是他穿出来的尿液。你想想他得多疼呀，他怎么可能会想吃饭呢？果然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，他的血钾9.0已经严重威胁生命，而且他肾脏的指标肌酐和尿素氮都测不出来，已经是爆表了。他血钾很高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会引起心律失常，损伤心肌，可能会猝死，所以我们赶紧给他开始降血钾以及进行心电监护。那这是他当时的心电图，其实他心电图上的高血钾的指征已经非常明显了，而且他的心率也偏慢，所以其实试想一下，他有连续2天都尿不出来，他还不愿意吃饭，他肯定是特别难受，简直不敢想象这只小猫咪如果再晚送过来的话会怎么样，那可能希望就非常小了。那因为他血钾当时特别高嘛，也没有办法进行麻醉，而且他当时的状态已经非常非常差了，特别蔫儿，其实跟麻醉了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所以我们就给他进行了非麻醉状态下的导尿，先让他舒服一些再说。那其实我们通过膀胱穿刺帮他减压，以及一直在帮他降血钾，同时帮他导尿之后，他的精神头就已经好了很多。那因为他憋尿的时间太久了，所以他膀胱黏膜也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，所以他现在的尿都还是血色的尿。状态好一些之后呢，他也开始慢慢的吃东西了。那看他状态有好转，我们也又给他重新采血，做了血的检查。那他的血钾已经几乎降到正常的范围了，上次是9，这次是5，就是暂时已经脱离危险了。那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还是需要持续的输液，然后关注他的尿量，他的尿的颜色，然后他也这么久没吃饭了，然后就尽量让他多吃饭，多喝水。但他吧，刚开始有点傲娇，还有点挑食，必须得是拿猫条，放到他嘴边，他才愿意吃一些。然后我们又尝试着煮了一些新鲜的鸡胸肉给他，哎，好像他对这个还比较感兴趣一些，他愿意自己吃一点。超声和 X 线我们都没有看到他膀胱里有结石，也能放心一些。那他的尿量呢，慢慢的恢复到正常，他的尿的颜色也逐步的在变淡，所以呢，在第3天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拆了尿管，观察他自己的排尿怎么样。拔了尿管之后呢，他的排尿也特别的顺利，看到这些尿团是真的很开心的，好吗？那既然他吃喝排尿这些都非常正常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就让他出院回家了，然后回家继续观察。希望 Kindle 小朋友出院回家之后能够好好吃饭，多多喝水，排尿特别顺畅，然后也希望他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进行咨询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